放弃，抓住每次机会，允许自己笨拙受伤掉眼泪。Believe in me， 值得去试，过程中才有甜美，拒绝没有开始行动的后悔。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，不要停下来半途而废，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，用心体会其中滋味，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血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，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血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。其实你要了他爸这个钱，就可以大展拳脚了，把咱们这物流体系搭建起来，不就运转起来了？如果他爸拿了15%的股份，他们父女俩就等于是绝对控股了。你小看你了，苏毅表白被拒，回了一趟上海，直接就把投资拉回来了。这父女俩可不一般呢。我想找工作。怎么没待几天就觉得无聊了？我认真的，你帮我想一想，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呀？你连来北京做什么都没有想好，就突然来了？我是突然发现，现在每个月没有人给我生活费了，赵昂还小，我觉得我自己辛苦一点可以，帮他去实现他的梦想嘛。他20大好几的人了，他还小啊？你要知道，你从小到大是被我们保护的，现在你想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，太难了，我跟你说。你都30多了，你不还追求自己的梦想吗？是梦想让我每个人都无与伦比的。我是个没有梦想的人，但可以成全因为梦想而发光的他呀。那你告诉我他什么梦想？唱歌啊，做明星啊？怎么了？你创业叫梦想，那想当歌手不是梦想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梦幻？北京欢迎你来做事，不是欢迎你来做梦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自己看着办吧。何总，学校考虑怎么样啊？他是真心为你父女俩着想。这个洗衣厂已经把公司账钱花得七七八八的了，这个时候再让叔叔拿1000万，那就是豪赌啊！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能一有事就自己家人承担风险。那我不是着急吗？唯一派的市场占有率都跟我们差不多了，他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市场。营销确实得加钱了，你确定让孟博来做吗？如果要确定的话，我要不要跟那个张总提前透个气儿，把于家人从项目组里头换掉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问我吗？不知道。不用，工作嘛，大家都是专业的，不能掺杂太多私人感情。对了，郝总，你呢也别被32楼的美色蒙蔽双眼啊。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，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。你这蜗牛的战斗力也太差了吧！实在不行你就充点钱。哎，我前2天刚把那个传过玉玺的碎片收集完。别玩了，
等你过来吃饭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快点儿，我都饿了。就这啊？哎，就这呀？再来一局吧。开始了啊。干嘛呢？传播允许你开了吗？左边，看到了吗？左。再说你到北京能干什么？能找到工作吗？能养活自己吗？四川都快混不下去了，还要去混北京？打探一下也好，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，但是总归要回归生活。你现在北京也安顿好了，你们得对未来有个规划了。喂，刘姐。Vicky， 陆子杰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呀？你就这么舍不得走啊？我下周呢会去一趟上海，我们见面聊呗。嗯，行，我把项目书和合伙人条款发到你的邮箱里，你先看一看。那我们就见面碰吧。多多说想你了，说要拿自己的压岁钱请你吃饭，还说你答应了带他去抓娃娃。于阿姨，什么时候有空？对小孩子的承诺啊，一定要做到啊。好，您定时间。江安姐，你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丽田有个脑报会，你参加吗？我要去繁星对接客户需求，要是能赶得及，我就参加。小道消息，小道消息啊！我听那个设计部的小廖说，他撞见张总给猎头打电话，张总好像要跳槽，还说了一句什么“这公司干到头了，职场天花板”什么的。跳槽？哎，林丽姐，你之前不是说张总有意培养你为接班人吗？哪轮到我呀？没看到于家恩得宠啊？于家恩得了吧，他要接了张总的班，那我们几个干脆集体离职得了。对，林丽姐，我们几个是肯定都支持你的，对吧，小敏？哦，对对。饿死了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辛苦了，宝贝。一会儿呢，我烧碗。这怎么了？怎么还委屈上了呢？是不是我说什么过分的话了？没有啊。不关你的事，我就是突然有点害怕。害怕什么呀？害怕你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你一时犯糊涂，等你清醒过来了，你就不跟我在一起。哎呦，不哭了啊！我都多大了，又不是小孩子，我能分辨出我真心喜欢的是谁。你要不是25就好了。那你希望我多大？我希望你是一个我跟你在一起我不会自卑的年纪。自卑什么？你家世好，你年轻，没结过婚又有才华。我就是觉得我们的未来特别渺茫。就这事儿啊？
这多大点事儿啊！欢欢，我其实就是最近在写歌，压力特别大。我打游戏是为了逃避。如果你不高兴，以后我就不打了。我没有不高兴，我总是对现实感到恐慌。我明年就30岁了，突然成了一个无业的北漂，还跟一个比我小的男生谈恋爱。不怕，大不了咱们就结婚。我是北京人，嫁给我之后你就是北京媳妇儿，咱不算北漂。结婚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而且我要去欧洲参加音乐会了，如果我一战成名，回来之后会有很多公司愿意签我的。那你也好好写歌，我给你做后勤。然后你去欧洲的时候，我给你做助理。还给我当助理呢，咱们2个谁照顾谁还不一定。肯定是我给你当助理呀，我还能给你做饭呢。你还会写词呢。以后要是有人喜欢听我的歌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歌的歌词全都是你写的。你真的觉得我的歌词写得好吗？真的呀，上次你不是替我写了一首歌的高潮部分吗？剩下的部分我还等着你给我写呢。那我现在就去写。先不急，咱们先把饭吃了，后面有的是时间，会写好多好多歌。好，把肉吃了，多吃。你也多吃啊，你也多吃。好吃，香。你们那边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？先跟你汇报。郝总，我可以旁听吗？当然可以。苏总好。坐。苏总、郝总，你们看一下这份数据分析报告，是我们在线上做的市场调研，是不同城市、不同收入、不同年龄的500名女性为样本。问卷方向主要是调查大家对繁星模式的认可度。通过数据调查，我们看到的是月薪超过2万的女性对繁星模式的认可度非常低。在年度营销的方向上，我们初步计划把高收入的女性完全从意向客户里丢掉，走大众化的路线，这可能会涉及到你们战略定位的问题。放弃中高端客户，也就是要砍掉我主要负责的商品部门。我们对唯一派也做了分析，认为这是走一个差异化的方法吧。在营销策略上，我们打算做热点事件，让繁星满足白领们基础需求的特质深入人心。于经理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你们做乙方的还要管我们繁星怎么定位吗？还是说你跟许耀已经私下讨论过了？我就不明白了，繁星到底是我跟许耀的公司，还是你们俩的公司啊？于经理，为繁星挑选有品位的轻奢服装，是我带领商品部门买手要做的工作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对繁星没有意义了？许耀也是这个意思。精简商品部门，用供货商的货去满足所谓的细分市场，来和竞争对手走不同路线。这么巧啊，你们的想法完全契合呢。郝总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在繁星，我就像个局外人，你们几个老熟人做主了呗。快来办公室灭火，苏毅发飙了。哎，徐总，等会儿再说。
苏总，我只是作为一个服务方，从我了解到的市场角度给出你们一个建议，您可以采纳，也可以否掉我们的方案，决定权是在您手上。究竟是市场角度，还是你帮着徐瑶一起打压我呀？定位，苏总，定位、宣传、商品、渠道和定价，这都是市场营销应该考虑的因素。那于家恩作为我们的营销服务方，他站在这个商品的角度去思考，其实是认真负责的态度。苏总，我想请教一下，你做繁星这么久了，你穿过你们平台的衣服吗？你可以代表繁星的客户群吗？你说这话跟许瑶一模一样，看来你俩私下没少讨论关于繁星发展的事儿啊。于经理，我是同意你来带繁星的项目，但也请你注意分寸。啊，苏总，是我请徐总过来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定位问题啊，是否要在这个年度的营销中进行修正，必须得赶紧敲定了，不然的话就会反复的修改，浪费大家的时间啊。苏总，公司内部的分歧我从来都不会对外说。作为乙方的于经理，更是无从得知我跟你在战略发展方向上的看法不一致。你现在说我把他叫过来，目的是要站队，是为了要打压你。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，还是不相信我的人品？更何况，我们繁星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我为什么要和营销公司的于经理去沟通呢？徐总、苏总，要不然这事儿啊，我们先内部商量好，再跟于经理开会了。于经理，今天你先……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你们先聊，先走了。徐总，要是我坚决反对砍掉中高端产品线呢？如果你坚决反对的话，那就搁置。在意。所以，任何一个项目都有无数种和竞争对手打擂台的方式，而差异化是我们目前解决起来最可行的那一种。但是比起这个，我更看重的是我们几个能不能心往一处使。对。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才是最重要的。于经理，那就麻烦你按照我们现在的需求重新梳理方案了。好。于经理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你们做乙方的还要管我们繁星怎么定位吗？我是同意你来带繁星的项目，但也请你注意分寸。于经理，那就麻烦你按照我们现在的需求重新梳理方案了。我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争风吃醋。我觉得于家人说的对。应该调整定位，只为普通白领服务，他们的需求更大。精准定位、热点营销更会被他们记住。繁星对于苏毅而言，必须是符合他们那个阶层气质的生意，要有审美，要美好，要有品味，要不能被他们这个圈子的人嘲笑。就算是在路边摆摊卖的，也必须得是澳洲龙虾。那怎么着？咱还得一边卖煎饼果子，一边卖澳洲龙虾？当然不行，所以我得想办法说服他。但是他刚才情绪那么大，我说服不了他呀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这合伙创业啊，就不能掺杂男女之情。你本来是公事儿，你最后闹的是情绪之争了。不理智啊，都不理智。行吧，苏毅那边我想办法搞定他。如果我实在说服不了他，我就只能寄希望于用投资人来压他。那也得找一个不是他爸的投资人，赶紧入局。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，
一是定位，二是融资，三是市场推广。这就好像数学试卷上的3道大题，看似很难，但是只要解开其中的2道题，第3题也就迎刃而解了，或许还能拿个高分。咱们先解哪2道题呢？于经理啊，我们的方案需求不变，麻烦你按照我的要求落地完整的方案。大家好，我是繁星的创始人，我叫许耀。我们是一家为都市女性提供时尚共享的公司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为都市女性衣橱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这个未解之谜提供解决方案。老总好。以租衣服的模式，只需要很少的会员费，就可以为女性提供一个在线云衣橱，海量服装任意挑选，物流配送和品质洗和消毒，以多、快、省的优势，为女性建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穿衣新概念。我们的管理团队目前是由商品加产品加运营3方分管构成，负责商品出走有10年在市场杂志从业的经验，由他来负责款式的挑选和潮流趋势的判断，负责市场和运营的郝总，曾经在多家上市企业负责运营的郝总，曾经操盘过多家上市企业的经典营销案例，而产品和战略方向主要是由我来负责。挺好的呀，继续啊。不是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对。哎呀，你一创业狗，路演那种场面你早就见惯了，有什么可提前练习的？赶紧放松点儿。可能正是因为太习惯了，反而让我觉得不对。我们是谁？我们在做什么？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？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？我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？有着怎样的市场规划？每个人都是这么介绍的，但是每家公司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我想我们要在这10分钟里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才行。你怎么跑咖啡厅来工作啦？写方案呢，愁死了。你哥呢，让我往左走；苏毅呢，让我往右走。你说我该往哪边走？往我哥那边走啊！万一出了事儿，我哥肯定能帮你顶着。那你要是往苏毅那边走，出了事儿，他肯定推你出去当挡箭牌。我虽然不懂职场，但是我懂女人。来找我干嘛呀？你帮我写个简历吧，我想去找工作。简历？你打算怎么写啊？哎，7年全职太太，让她拥有了合理利用时间、高效统筹家务，在人渣老公和极品公婆中生存，让李念欢拥有了勤劳、勇敢、踏实、能干等优良品质。明白了。你想做家政阿姨呀？哎，真行！哎，真可以！张欣姐需要吗？我看她成天一堆那个衣服、包括鞋子乱扔，我可以把她的衬衫烫得一点褶子都没有。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找工作？你缺钱啊？早知道就跟许文松把官司打了。现在真的觉得有点缺钱。鬼扯呢！要靠着和前夫打官司成富婆，那也不是什么真本事。还是自己挣钱靠谱啊，大姐。知道我开玩笑的，所以我才要找工作挣钱啊。想听真话吗？真话？那你悠着点说，悠着点。欢迎来到残酷的现实世界，李念欢，你找不到工作了，因为你的简历没法看，工作经历上只有4个字：全职太太。全职太太怎么了？那犯人出来还能重新做人呢？全
全职太太怎么就不配重新做人了？30岁了才开始重新做人，李年欢同学不容易的。29。徐文松不是一次性给了你10万块钱的赡养费吗？再怎么缺钱，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忙慌的找工作吧？我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你千万要替我保密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有一个欧洲的音乐节，他们呢邀请赵昂去唱歌，牵线的中间人呢是他朋友，打点费要25万。赵昂作为主唱，他出15万，鼓手和键盘手1人5万。那赵昂哪有钱呢？我就把我10万块钱给他了，他又从信用卡里借了5万块钱。你们疯了！李年欢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跟我商量一下的？你们先聊着，我市场部还得开会。10分的满分，你总想让别人看到你可以做到11分，其实多出来那1分，别人不一定能看得懂啊。那也得过自己这一关吧。这次路演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有很多圈内知名的投资机构都会参与进来，但凡能撬动一家，其他的公司就会跟投，这也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最优途径。创业是持久战，对吗？创业是一瞬间的烟火，1秒生1秒死，在这条道路上每一步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这次路演不行，咱们还有下次，反正账面上的钱还能撑一阵子，死不了。苏雨，我还是觉得，怎么了？关于定位的问题啊，我一直在想办法，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说服你。我在梳理路演演讲逻辑的时候发现，定位不清晰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我希望你可以放下情绪，理智的来看待这个问题。行，那你就拿出能说服我的办法。你喝迷魂汤了吧你？10万块钱啊，你手伸得很直吗？不带转弯的，被骗了怎么办？不能被骗的。他这个朋友是赵昂在欧洲留学时候认识的，是个富2代，他不差这点钱。这点钱，李年华，现在日子不一样了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你现在没有生存能力，赵昂更靠不住，你得留点余粮自己过日子吧。这事他太不靠谱了啊！有本事就去，没本事就不去，干嘛拿你钱啊？于家安，怎么了？我说错了？是这样的啊，我爸呢说当作家不靠谱，当教师才靠谱。我来北京，他们说北漂不靠谱，在他们身边才靠谱。我嫁人，他们说徐文松靠谱。结了婚，我想出去工作。徐文松说在家当全职太太才靠谱，我一直都在做靠谱的事儿。但赵安他不一样，他想当歌手，想让我给他写词。我知道这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，但就是这个你们认为不靠谱的梦想，我想跟他试一试。文欢，做梦是需要条件的。我还想当设计师呢，可前提我是不是得把自己养活了？我说点实际的。房租怎么办？你俩谁交？那从欧洲音乐节回来，那国内的经纪人和经纪公司就会看到他，签约他了，这时候我们就有收入来源了。你听过他唱歌吗？真的特别好听。喂，亲爱的。欢欢，你往左看。嗨。哎，这什么啊？我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一个老爷爷在卖棉花糖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喜欢吧？喜欢。那你等我啊，我这就出去。
我等你。那我就走了，我们两个下面还有约会呢。这个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啊！拿我的钱，他也很愧疚，挺伤他面子的。我去了好久，他才同意的。天天在一起，哪天不是约会？那你就不懂了吧？这跟弟弟谈恋爱啊，就像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游乐场，每天都有不同的灯光秀，美妙的很。你自己试试就知道。你赶紧去你的游乐场吧，我还要在我的 PPT 里登广告。那我走了啊。欢欢，当年也有人跟我说过，放弃北京工作的机会和需要回成都创业不靠谱，但我依然义无反顾。算了，钱花了就花了，大家的20多岁都差不多，好好约会，我替你做解密找工作。不愧是我的亲闺蜜，爱你哦！我走了，钱嫂子。滚。冠军，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我。真的？然，我一定要让你幸福。我不过才毕业几年而已，凭什么我30岁一定要获得成功？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允许一个30岁的男人活得像普通人一样呢？张总，又要出差啊？对啊，今天晚上飞上海，过2天回来呢。先过繁星的案子，你抓紧点。我本来还担心你当上副总监跟大家相处不好，不过最近看起来呢也没什么问题，都挺好的。你继续努力。只要明白了，自己来公司主线任务是发展事业、提升自己、努力赚钱，都能相处愉快。但凡你不对别人抱有任何的期待，永远都不会崩溃。张总，你要换工作啊？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我又不是光谱的老板娘，换个工作不很正常吗？你今天太累了，我送你回去早点休息，也为陆岩养精蓄锐。不是说手里没事才叫休息，那得是心里没事才叫休息。你就把你的生活想象成抽屉，该休息的时候就把抽屉关上，然后锁死，让你的大脑得到放松，好好谈谈恋爱，好好享受生活。这工作不是你的全部。于家安快下班了，你带我去找他。哎，这就对了。看来整个北京啊，也就于家安是你的生活了。30岁单身，收入不高不低，所以他能成为繁星的用户。也许于家安知道，我们的会员在这个城市里都过着怎么样的生活。说什么呢？我说我想见于家安。可是你在光谱10年了都没有要走，现在发展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换工作啊？就是因为已经10年了，业务已经非常熟悉了，没有什么大的挑战了，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重复。你都打拼了10年了，现在走的话，不是前功尽弃吗？我都奔4了，如果接着享受前10年奋斗带来的红利，那未来10年、20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了，这辈子基本上也就这样了。再说了，我毕竟是给陆总打工的，
卖命挣的血汗钱也实现不了我想要的财务自由。那你可以找陆总谈啊，往上升嘛。我看得出来，陆总是拿你当自己人的。往上升，再往上升，能代替得了陆总啊？哼！这2年啊，我和大公司打交道，发现呢，最上层的领导98%都是男人。为什么？女高管们呢，爆发力强，但跑不了马拉松。婚姻、家庭、育儿都会成为他们事业的阻力。我啊，没结婚，没生小孩，总不至于到最后只有这么点成就。那你辞职以后打算干什么呀？我上海的一个老朋友呢，邀请我当合伙人，我想去跟他聊聊看。去上海？之前你男朋友让你去上海，你都不去，现在你要去上海，他要知道了，他不得气死？那能一样吗？我为了他牺牲自己的事业去，和我为了自己的事业去打拼，这根本是2件事儿。冷酷，但是真的很酷，对吧？约我来这里干嘛？你不是问我，在哪里可以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在这座城市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？公交站是个好地方，他们打拼了一天，即将回到家中。公交站是他们的中转站，是社会性和感受性之间的那个自我。社会性和感受性之间的那个自我。社会性呢，就是融入职场；感受性呢，就是回归家庭。只有从职场到家庭的那段路上，才会看到最真实的他们。我好像明白了，就像以前我在成都，自己开着那个破2手车，从公司回到家，每天要在家楼下熄了火，在车上坐上一会儿，好像只有在那一刻，我才属于真正的自己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让你不敢回家？你有毛病吧？你才有毛病！不买几件衣服怎么了？你少转移话题了，你就宁愿在那破车里坐着，也不回家帮我削土豆。不是，看呢，那2口子吵架的样子像不像咱们以前？咱们俩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哎，站那！妈妈，你站那儿，等我一会儿。你别走！你站着。干嘛呀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啊？咱们俩这个月还了房贷和信用卡，就剩5000块钱，你花一半给自己置办身行头，咱这日子不过了。可是我20几岁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要赚钱买房，我省吃俭用不敢花1分钱，累死累活买了房。后来我怀孕了，辞职了，你又说养孩子，我网上淘来那些衣服穿了3年又3年。我现在要重回职场了，我给自己买身衣裳，我怎么了？你以为你穿一身3000块钱的衣服，别人能高看你2眼吗？对，不会。可是正因为不会，我要穿着让我有自信的衣服回去，我要把我的不堪都藏在这里面，至少我自己觉得我不会那么难看。儿子，别哭啊，别哭。这位女士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麻烦你看一下我们这款 APP，3000块钱办一个年度会员，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，你可以租任何你想要的好看的衣服。你烦不烦呢？瞎推销什么呀？没看我烦着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是故意要看你们吵架的，我们在做市场调研，正好碰到你，觉得你是我们的目标用户。这样吧，我可以送您1个月的会员，你可以免费试用，但是我需要你把使用心得回馈给我。还有，我看你今天买的这件衣服应该是尚美女装旗下的高端品牌。尚美女装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，在我们的平台上，你可以挑选很多同品牌的款式。而且我觉得重回职场的你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每一天都把自己打扮得自信而又漂亮。
看着吧。真不要钱吗？也不是说不要钱，需要你花时间和精力跟我们市场部门的人进行沟通。你要知道，你的时间和精力也是非常值钱的。行，那怎么操作啊？刚才那妈妈还说要把她3000块钱的衣服给退了。对啊，你今天送会员，拯救了一场家庭大战呢。看着这些从公交车上下来的女孩，她们有的像是刚毕业的学生，有的像是在职场里打拼多年不见天日的人，有的就像是刚才我们遇到的那种想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。性价比高的漂亮衣服于她们而言，绝不只是衣服那么简单，更是自信，是行走在职场上的战袍，是生活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自己补给的弹药。我开始相信，我们繁星是有价值，是有市场。对啊，职场都是看人下菜碟，你穿什么衣服，拎什么包包，戴什么首饰，都是你的标签。可一个月就那么点钱，你还要租房、社交、护肤，有的还要顾父母。你买衣服的预算还能剩多少？和别人合租的卧室里有多大的空间是用来放衣服的？这还是没结婚的女孩子，要是结了婚的，还得老公、公婆、孩子。这是多数，是每个城市里的大多数，而且这也是符合28定律的。真的像张青或者苏毅那样舍得花几千块钱为自己买一件 T 恤的人，毕竟在少数。而另外的80%，是每天在寒风当中等公交的女孩，是深夜加班舍不得打车，穿着高跟鞋走路回家的女孩。只要我们能做好这80%，就算占有率只有1半，也比那20%要多。你不相信我说的？不是，是好久没有看到你这样了。你要一直这样下去，你的繁星一定会闪闪发光的。这样我哪样了？饿了，请我吃煎饼吧。煎饼。没说完呢，说啊，我哪样啊？啊，你说我是加火腿肠呢，还是加煎蛋？老板，来一份那个超级无敌至尊豪华套餐。好的。就是全都要啊。哎。暴发户的尾巴露出来了。